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，农历闰4月19，欢迎收看三人自由行自驾阿里北线节目。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。汤圆操控的无人机在当惹雍措湖上飞了20分钟之后没电了。陶仪在离开文布南村前往邦哥的时候，看见了一块奇怪的石头。在尼玛村吃完午饭之后，检查站的警察同志让陶叔使劲开车，甚至没领限速条。大家好，我是汤圆。怎么样，刚才的开头有没有一种自己走错节目的感觉？哈哈，那不重要。这几期节目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布南村的风土人情，以及从文布南村到邦哥的自驾路况、时速补给以及加油站的信息。大家要是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欢迎在评论区询问哦。昨天赶路赶得太累，我们一家三口找到民宿就睡了。当早晨的第一抹阳光洒到大地上时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向往已久的圣湖当惹雍措。当惹雍措湖是什么呢？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当惹雍措湖就是当惹雍措湖，但事实就是这样，小编也感到非常惊讶。不好意思，拿错稿子了。这碧蓝的湖水，这广阔的湖面，这三人自由行的仨糊涂脑袋，甚至在昨天把当琼措乱认成当惹雍措。实际上，这两个湖的颜色、大小以及意义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下面请收看详细内容。当惹雍措养育着文布南村的人们与达国雪山隔湖相望。来列几组数据吧。这里的海拔4500米，湖面占地1400多平方公里，深度230米。简而言之，当惹雍措又高又大又深。高度深度大家都好理解，那它具体有多大呢？香港的面积是1100多平方公里，澳门的面积是33平方公里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湖的面积是香港的 1.27 倍，同时相当于43个澳门那么大。顺带一提，世界上还有25个面积小于1000平方公里的国家哦。对于游客来说，也许这就是当惹雍措的全貌了。但对于世代生活在文布南村的居民来说，当惹雍措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它是西藏本教崇拜的最大圣湖，同时也是古象雄王朝的王宫所在地。古象雄王朝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，现在藏族的很多文化习俗以及语言文字都是传承自古象雄王朝。而关于本教，大家或许就听闻的不多了。这么解释吧，原始本教是藏族的原始宗教，而雍正本教则是从原始本教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创新，成为了古象雄王朝的文化核心。本教和古象雄王朝可谓是相辅相成，而现如今的藏传佛教就是融合了雍正本教与印度佛教的很多内容。当惹雍措以及文布南村的居民们，趟过了历史的长河，一直在默默见证着这里的兴衰际遇。说了这么多当惹雍措的历史，但大家最关心的大概还是当惹雍措的美景。这里就要严重提醒大家了，前一天我们从改则到文布南村的路上就认错了湖，还满心激动地拍了好久视频和照片。当然这不能完全怪我们，谁叫导航一路上都没信号呢？但现在从地图上大家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两个湖的大小是有着巨大的差距。毕竟当惹雍措可是贵为西藏第3大湖，而当琼措则是在文布北村。虽然北村的风景也相当壮丽，但如果大家在来回奔波了上千公里，回去之后发现自己把北村认成了南村，距离传说中的当惹雍措仅仅30公里，却最终失之交臂的时候，那种心情又会是怎么样的呢？湖边的风儿是喧嚣的，哦不，应该是只喧不消的。常年的大风抚慰着这片净土，
将世间的吵闹与此隔绝。在这个大家对手机、电脑的依赖已经深入骨髓的时代里，文布南村还保持着午夜12点之后就断电的习俗，让来这里旅游的朋友们也能静下心来，放下身边的电子产品，聆听大自然的呼吸，在恍惚中重温数百年前地球上的人们那种没有灯光的生活。而我也绝对不会告诉你，其实断电并不是一种习俗，而是它真的就没电了。当然，这种情况在今年，也就是2020年会得到永远的改善，因为输电线路的建成将会把这个藏北小镇拥入信息化时代的怀抱。诚然，24小时通电会给当地人们的生活带来无与伦比的便利，但作为在城市的喧嚣里生活了几十年的我们，也就是游客来说，午夜后彻底断电的当惹雍措，或许才是大家那份小小的私心所追求的吧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下集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从文布南村到班哥的路架讲解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还请点赞、关注、订阅哦。